空间旅行的游戏规则终于要被打破了吗？原本即使碰上好的时候，也要飞上8个月的火星之旅，很有可能呢，马上就会被缩短到45天。这是谁说的大话？他又是凭什么敢这么说呢？好，是2个重量级的单位合起来说的啊 ，NASA 和 DARPA， 美国宇航局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他们宣布将合作研发采用核动力火箭驱动的载人航天器，来缩短未来太空任务的飞行时间了。这里的未来是指多久以后的未来呢？5年，也就是短短的5年而已啊！你看概念图都已经出来了嘛。这款正在被开发当中的名为 Draco 的飞船，将最快在2027年来到现实当中。至于到时候能不能真的飞得起来，还有待观察。但是从他们这么自信高调的宣布上看起来，技术准备啥的应该是比较充分啦。当然是充分了。负责造核动力火箭的 NASA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就已经提出并完整的测试过核动力火箭了。准确的说，应该叫做核热推进式火箭。我们先来看看它跟传统的化学推进式火箭有什么区别啊？传统的火箭里面，当然是液体的火箭啊。结构其实是相当简单的，首先是2个巨大的罐子，一个是用来储存氧化剂，通常是液态的氧气；另外一个呢是用来储存燃料，通常是液态的氢气、甲烷或者是煤油。然后这2种元素被泵入到燃烧室，在这里爆炸产生废气，最后产生的废气通过特殊的喷嘴加速往后喷出，以此来制造出推动火箭前进的推力了。所以你看哪怕前面的步骤再复杂，其实最后产生作用的无非就是高速喷出的气体嘛。那好，咱们用别的方法来制造这样的高速气体行不行？这个呢就是核热推进的概念了。通过核裂变反应产生的巨大的热量来加热氢气，使其迅速膨胀后喷出，制造推力。具体呢是这么干的啊，在核热推进式的火箭里面也有2个罐子，一个罐子里面呢是装满了液态氢作为推进剂，另外一个罐子其实不应该叫做罐子啊，毕竟里面是用来发生核裂变的，是个核反应堆，其中装着浓缩铀。在自由中子的轰击下呢，铀原子核被撞开了花，于是释放出更多自由奔放的中子去轰击更多的原子核，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核裂变链式反应。期间将巨大的热量就释放了出来，温度可以高达将近2800摄氏度。好，高温锅炉已经备妥，剩下的就是将氢泵入其中了。这将是一个比燃烧爆炸高效的多的膨胀过程啊！经过核反应堆加热的氢气，温度瞬间就来到了2500摄氏度的水平，于是获得了极高的速度，就喷得特别的有效率啊！基本上能够达到化学火箭的2到3倍的水平。同时，由于铀的体积几乎可以忽略，所以这样的火箭实际上只需要带上氢一种燃料，就既省下了空间，也省下了重量，自然是能够飞得又快又远了。核火箭最早是由 NASA 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于1961年合作提出来的，然后就在一代大师冯·布劳恩的带领下，风风火火地展开了研究和验证了。他们当时的计划是在登月之后呢，就要用核火箭在1980年代将人类送上火星。这个呢，其实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非要开发核火箭的根本原因了嘛。因为不论是所能够携带的生存物资，还是防护措施，传统需要飞上8个月才能到达火星的火箭，根本就不足以保障宇航员的吃喝拉撒，以及免遭宇宙射线的伤害嘛。唯一的办法就是快，把数月的旅程呢变成数周，而效率更高、几乎没有工作期限的核火箭，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核火箭的开发经验了。1955年，军方主导的漫游者计划就在洛斯阿拉莫斯点燃了第一台核热推进反应堆。接下来的发展关键呢，就是如何将这个反应堆小型化到能够真正放到导弹上面了。是的，是导弹。军方想要的其实是一台可以用作洲际弹道导弹上面级的核动力发动机。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呢，工程师建造并测试了10几个大小不同、功率不同的反应堆。渐渐的这项技术就越来越走向了成熟了。随着漫游者计划的成功， NASA 也将目光投了过来。核发动机能够推导弹，怎么就不能推我们载人的大火箭呢？于是 NERVA 计划诞生了。它是用于运载火箭的核发动机计划的缩写。在内华达沙漠 ，NASA 造出并测试了更大更强的核火箭发动机，无数次的将高速氢气喷向天空啊！第一台发动机 NERVA NRX加起来总共测试了将近2个小时，其中有28分钟呢是处于其最大的功率的。第二台发动机 NERVA XE 一共启动了28次，运行了115分钟。
最后，他们测试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核热推进发动机Phoebus 2A， 能够产生4000兆瓦的功率，连续冲刺12分钟之后呢，没有任何的问题。自此，该项目的工程师们呢就都信心满满了虽然没有任何一台发动机装到过真正的火箭上，但是他们相信飞向火星的引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不过登月过之后呢，美国政府却突然就对火星失去了兴趣，他们改为支持另外一个项目了——航天飞机。好吧，其中的原因自然有很多这点我们就不展开了。但结果就是核火箭的开发计划在1973年戛然而止，并且自此之后呢，便就没有做过任何的测试了，直到大家对火星之旅又重燃热情的时候。几年之前NASA 便重启了自己的核火箭计划，只是这一次呢，它升级了，由单一的核热推进变为了核热与核电融合在一起的双模核推进。什么是核电推进简单说就是依靠核反应堆为霍尔推进器，也就是离子发动机提供电力，通过霍尔效应产生电磁场电离，并加速惰性气体，比如氙气从尾部喷出，以产生推力。当然啦，它的推力呢是十分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将它跟核热推进结合起来了。核热负责快而猛，核电负责柔但久，将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就能够让火箭以更高的比重、更高的工作效率和几乎无限的能量密度，不断加速着冲向宇宙深空了。目前这样的发动机呢，已经在概念上诞生了，它叫做带波转子顶点循环双模核推进方案，名字是又长又复杂，但没有关系，我说过你忘了就可以了，反正它最后肯定还是会换个通俗的名字的。发动机呢长这副模样，装在火箭上的艺术渲染图呢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科幻所以嘛，剩下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吧。2027年见分晓如果你觉得像 Elon Musk 那样把29台发动机绑在一根粗壮的火箭的屁股上太过夸张的话，那么把它们换成一个如何呢？用一个巨大无比的发动机带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喷口来将直径23米、高度150米、重量18000吨的火箭推上天空，如何连土星5号放在它边上呢，都是这副怂样一个喷口就能将整个第一级连同里面的5台 F1 引擎给吞掉了，是不是更加夸张呢？所以Elon Musk， 你的步子还是迈得小了一些不如你的前辈设计出了这枚怪物的美国工程师罗伯特·特鲁克斯了。这枚怪物呢，想必很多人不是已经很熟，就是略有耳闻了。海龙由于太过巨大它只能在海上组装，沉到海里面发射，但是却拥有将整个国际空间站一次性发上天的能力，不管是重量还是尺寸都没有问题不过嘛，展开起来可能就要稍微麻烦一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简单聊聊几个关于它的可能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疑问了。第一点是为什么这个怪物会被设计出来呢？第二，埋在海里面发射到底是异想天开还是绝顶聪明第三，既然都设计出来了，甚至还进行了大量的验证，为什么最终却放弃了呢？好，一个一个来。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相信很快人类就会在太空当中生活了，不管是移民外星，比如月球或者火星，还是待在太空，比如空间站或者是轨道城市。总之成千上万的人将会带着成千上万吨物资离开大气层。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最重要？运力最重要，而且是越便宜的运力越重要。于是火箭的设计方向就有了。罗伯特·特鲁克斯呢，正是这个时候冒出来的。他是一位美国海军上尉兼火箭工程师，当然也是美国火箭工程的先驱之一他的团队呢，正是二战结束时德国火箭工程师们汇报的对象，其中就包括设计出了土星5号的冯·布劳恩了。比布劳恩更加激进虽然土星5号已经是大的有点不可思议了，但特鲁克斯认为它还不够大。因为他坚信一点火箭的成本之所以很高呢，并不在大，而是在复杂。那么怎么才能极限拉低成本呢？造非常非常大，但是却非常非常简单的火箭嘛，这就是海龙了。它的尺寸呢，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来说说它的简单吧。简单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就是个带个喷嘴的高压罐而已。燃料和氧化剂不是靠涡轮泵喷进发动机里面的，因为那个太复杂了嘛，而是靠储存在罐子里面的高压氮气来推出去的。这种火箭发动机的工作方式呢，叫做挤压循环，我们以前专门讲过，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效果只是效率很低罢了。但效率低怕什么只要能够保证我成本够低不就可以了吗？你看结构简单，成本低吧，
回收方便，成本低吧？哎，对了，海龙人家还是设计来完全可回收的呢，1、2级都是可以回收的，而且回收起来还简单方便，直接掉回到海里面就可以了吗？它不怕落水的时候被撞变形吗？不怕。首先，它确实是带了一个可以展开成伞状的结构，能够起到一定的减速作用。其次啊，人家全身都是钢结构的，很皮实嘛，而且。这不又成本低了吗？你不要以为这种造火箭的路数是个死胡同啊，实际上呢，它还由此诞生了一种叫做傻大粗助推器的火箭类型了。抱歉，我也不知道我教的对不对啊。英文的原文是 Big Dumb Booster， 字面上呢就是这个意思了。他说的是一类设计简单、体积巨大、只考虑运行成本、不考虑运载效率的5大3粗的火箭了。其典型的代表呢就是海龙了。当然也有其他的现代版本啊，以后找机会咱们讲讲。关于效率低这个问题，它到底有多低呢？我来帮你对比一下就能感受到了。海龙和星舰都号称具有往近地轨道运550吨载荷的能力，但是前者的自重达到了18000吨，而后者呢是1万吨，意味着效率几乎翻倍啊！好，第一点呢差不多我们就讲到这儿，来讲第二点。埋在海里面发射。首先，这么大个家伙自然是无法在陆地上制造和发射的了。一是造出来也运不走，二是一个比土星5号第1级还要大的喷口放哪儿喷呢？都会先将发射台给喷化掉的，更不要说是巨大的噪音了。只能是在海里面发射嘛。于是怎么做呢？你看它的喷嘴下面呢是围了一圈水箱的，等到了发射场，只需要向里面灌满水，它就能够自然的立起来了。整个第1级全都是埋在水里面的。埋水里面能发射吗？当然可以啊，因为火箭都是自带氧化剂的呀，不怕水里面没有空气嘛。而且早在2战期间呢，从水里面发射火箭的技术就已经有应用了，只是规模远小于海龙罢了。于是，为了验证大如海龙这样的火箭能否照样在水下工作呢？美国人也是做了不少的测试啊，其中就包括改造了一枚海军的海马火箭，先在水面上点燃后，再慢慢没入海里面，看看发动机的燃烧呢能不能保持稳定。实际上啊，不仅稳定，还大大的减少了冲击波呢，反而是更好了。可见海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射平台啊。它坚不可摧，因为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形状嘛，它不需要什么支撑，水压就是最好的稳固器了。它有效抑制了噪音，它还能让火箭的燃料就地取材，直接电解出氧和氢等等等等。只要龙王不生气，我们大可以继续这么玩下去嘛，把它发扬光大。好，第3点啊，它为什么只停留在了图纸上呢？看起来至少值得一试嘛。按照美国人什么都敢试的逻辑来说，很简单，没钱试了嘛。越战把美国拖入了泥潭 ，NASA 的预算呢一降再降，这种风险又大、收益又小的项目，自然是要被砍掉的了，而且还真砍对了。你看后来这几十年，人们预期中的太空生活展开了吗？完全就没有嘛。所以这种超大载荷的运力是做出来也是会浪费掉的呀。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1943年12月2日傍晚，105架德国容克 JU-88 战斗轰炸机呢低空飞过意大利港口城市巴黎，然后往聚集在码头里面的大约30艘盟军船只丢下了炸弹，一时间火光冲天。虽然空袭只持续了不到20分钟，但是却让盟军损失了17艘船和1000多名士兵，俗称小珍珠港事件。不过故事才刚刚开始啊，他随后将历史带往一正一反2个方向，噩梦和希望同时出现。你真的很难说得清楚它是坏事还是好事。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仔细了解一下咯。在被击沉的船里面呢，有一艘非常特别，它是属于美国的自由轮约翰哈维号，因为在它的货舱里面装着2000枚 M47A2 芥子气炸弹。这些炸弹根据事后的分析显示，极有可能只是在这儿短暂停留后呢，要被运往75英里外的一座化学品仓库的，目的是提高盟军对德军可能会发动的化学战的报复能力。可结果德军并没有主动发动化学战，倒是意外的制造了一个化学战的后果出来。历史就是这么爱跟人们开玩笑。当然，被这个玩笑伤得最深的人呢，是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了。因为存放在巴黎港的2000枚毒气弹是高度保密的，似乎除了他俩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了啊。
而之所以要保密级别这么高呢，就是怕走漏了风声，让德国人知道了。希特勒一激动，什么？你想跟老子玩化学战？好，那我就奉陪到底，先让你尝一下我德国货的刺激喽。所以你看啊，这哥俩就是在走钢丝嘛。他们一边是怕在自己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德国就发动了化学战，而一边呢又很怕自己这么一准备，反倒是加快了德国进行全面化学战的决心。于是现在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自己往自己的肚里面咽苦果了。巴黎港有盟军自己的毒气泄露这件事呢，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船员不能知道，码头工人不能知道，医护人员不能知道，甚至连前往调查的自己的高级别军官也不能知道啊！成吨的液体芥子气呢，就这么在港口里与泄露出来的燃油混合在一起，被数百名从船上跳下来的幸存者裹在衣服里、毯子里带回了医院，带回了家里面。他们等于是被剧毒的芥子气给腌制了数十个小时啊，自己却毫不知情。于是第二天黎明时分，大量不寻常的迹象开始显现了。先是那些接受了典型烧伤症状治疗的患者，并没有对治疗做出任何的反应，症状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接着呢，是那些原本看起来比较健康，似乎只是受惊过度的幸存者们，都在几乎同一时间大喊大叫着要喝水、要脱衣服、要撕掉绷带，显得非常歇斯底里啊。最后，他们中的大部分皮肤上都开始长出像气球一样大的水泡，眼睛里面呢都像是灌了沙粒一般无法睁开，死亡也逐渐到来了。医生们马上就慌了，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同时啊，谣言也传了开来，他们说一定是德国人使用了某种未知的毒气所造成的。这个是个危险的谣言啊，是个可能会引发真正的化学战的谣言啊！于是不知情的当局马上就将电话打到了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帮他们弄清状况，也是离他们最近的那位专家的宿舍里面了，他就是斯图尔特·弗朗西斯·亚历山大中校了。此人是我们接下来故事里面的重点啊，所以有必要好好的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了。这位29岁的年轻人呢，拥有非凡的经历啊。他是犹太人的后裔，他的祖辈呢，在1880年代为了逃离饥荒和迫害，远渡重洋后来到了美国，并在这里扎根了下来。为了成为跟父亲一样优秀的医生，他的学习呢非常刻苦。在弗吉尼亚州的斯当顿军事学院取得了优异成绩之后，15岁便考入了达特茅斯学院，随后又以科学课程佼佼者的身份，在大4的时候呢，被允许直接升读医学院，并在1935年以全班第1名的成绩毕业。接下来啊，就是一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纽约接受了住院医师培训，和在陆军化学站服务所 CWS 接受毒气速成科的培训了。此时啊，他已经是 CWS 研究实验室医学部的主任了，并且跟随第一批美国地面部队在1942年的10月就到达了北非。好，他这一出马呢，真相立刻就呼之欲出了啊！这显然就是一种长时间暴露在毒气里面的症状嘛。问题是，谁的毒气呢？据他所知啊，德国人的确拥有一种新型的纯氮芥子气。他之前还在美国的时候呢，曾经通过某种特殊的渠道研究过他们的样本。这种芥子气呢，几乎无色无味，在野外很难被觉察出来，但是作用效果却比以往的芥子气都要快，而且可以穿透完整的皮肤，引起全身的中毒。但巴黎的芥子气是德国人的吗？他的直觉告诉他不像。因为作为化学战顾问，他获得了一定的最高级别的权限，所以知道盟军已经开始秘密的在地中海地区储存毒气了，以应对突发状况。有没有可能这种泄露的其实是盟军自己的毒气呢？尽管把毒气运到像巴黎这样的繁忙的港口是极不明智的，所以可能性真的是极低啊。但他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个怀疑嘛。于是他就开始试探性的向上级提问了：这个港口里面会不会有些船运的是那种没有登记在案的某种化学物质呢？得到的答复肯定是明确的啦，没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真的打消亚历山大的怀疑了吗？当然也不会嘛。既然负责调查的人是他，那他就有责任也有权利把事情调查得清清楚楚了。怎么个调查法呢？给活着的病人进行全面的检查，给死亡的大体进行完整的尸检，收集并分析受到污染海域的海水样本，雇潜水员到海底打捞可疑的残骸等等等等。果然，重要证据随后就浮出了水面，潜水员捞出了许多里面还残存着芥子气的瓦斯弹碎片了，上面没有德军特有的黄色十字图案，取而代之的是典型的美军 M47炸弹的特征了。
好了，确凿无疑，亚历山大完成了这份调查报告里面的最后一块拼图，他提交了上去。艾森豪威尔勉强表示了接受，但丘吉尔仍然拒绝承认。哪怕很多还在被耽误治疗的伤员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英国士兵的。而亚历山大的这份报告也马上就被打上了高度机密的标签，在官方的记录里面呢被删得干干净净啊！这就是故事的黑暗面啦。其实亚历山大也能够理解啊，毕竟他也不愿意看到由此引发的真正的全面化学战的爆发嘛。可超级讽刺的是啊，德国人一早就知道了，你以为他们没有自己的间谍啊？一位忠于法西斯的意大利潜水员也从港口的海底找到了 M47炸弹的外壳，因此就知道这里泄露的化学武器呢，其实是属于美国人的。他们之所以后来没有带来恐怖的化学袭击呢，只是因为自己的后勤跟不上，加之盟军空中优势的增加，和他们其实也很担心盟军的报复嘛，仅此而已啊。但坏事有好的一面啊。虽然亚历山大的报告并没有帮助伤员得知真相，但是却让他以及他在 CWS 的上司克里尼斯罗达上校产生了启发，并逐渐迈入了一个即将改变人类命运的医学里程碑——对抗癌症的化学疗法，俗称化疗的发明了。在巴黎遭受毒气暴露的超过617名人员当中呢，有83个人死亡。所有证据都表明芥子气对细胞分裂具有某种抑制作用。它既然可以抑制正常细胞的分裂，当然也是可以被用来抑制能够侵入和破坏健康组织的快速增殖的恶性白细胞的分裂啊。其实亚历山大之前就想到过这一点了，但彼时一是没有做这样的研究的优先级，二是没有这么多的可用样本嘛。现在虽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但事实却是研究样本多的连停尸房里面都摆不下了，要让他们的死有所价值嘛。于是抓紧时间，亚历山大将自己的想法变成了更加完整的报告。就是这份报告啊，直接引出了后面的化疗了。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绝密的实验，证明通过静脉注射微小剂量的芥氮到人的血液当中，的确可以让肿瘤消退之后，罗达上校，社会身份是纽约一所癌症医院的院长，说服了2位通用汽车大亨成立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为一组优秀的科学家提供最先进的实验室，用于合成新的芥子气衍生物，并在后来开发出了第一种治疗癌症的药物，今天被我们称之为化疗的药物。那一天啊，正好是1945年的8月7日星期二，世人刚刚得知2枚原子弹从日本上空投了下去。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啊。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呢？不妨都把它发到留言区里面，我们来交流交流吧。今天给你讲一个故事啊，一个关于阿波罗11登月的故事。故事有着2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咱们先来讲那个流传最广也最富戏剧性的版本 A。话说啊，如果不是由于第一批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随身携带着一支沾尖笔的话，那句著名的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可能意义上呢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啊，巴兹·奥尔德林和尼尔·阿姆斯特朗呢会被永远困在月球，再也回不来了。1969年的7月20日，就在那个历史性的阿波罗11月球漫步之后，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回到登月舱，准备在休整之后呢，从月面起飞，同轨道上迈克尔·柯林斯驾驶的指令舱汇合，然后一起返回地球。但是啊，当他们走进登月舱，却意外的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个似乎并不属于那儿的东西。2个人的神经一下子就绷起来了。奥尔德林在自己写的书《壮观的荒凉：月球长途旅行》当中呢，是这么描述的。尽管有一些震惊，我还是上前仔细的看了看。原来这个躺在登月舱右侧地板上被灰尘扮掩着的东西，是一根已经断掉的断路器开关。它能够来自哪儿呢？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啊，抬头望向仪表板上那一排排的断路器，然后那个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出现了。其中一个断路器的开关已经弹出并且断掉了，就是地上的那一根，而它恰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断路器，不是在登月时使用的，是在从月球出发时才要用到的，用于向上升发动机提供电力的一个开关。要是没法打开它的话，我和阿姆斯特朗将会无法离开月球。为了帮助你理解他们的困境呢，咱们来稍微补充一下这些断路器的知识啊。
据我了解呢，阿波罗登月舱里面的断路器是一种推拉式的断路器，虽然跟咱们家里面使用的断路器在造型上不太一样，但是原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啊，是一种能够自动断开保护电路的开关装置。打开家里面的配电箱，你也会发现一排断路器，我们习惯叫它空气开关。往上搬呢就是打开，往下搬呢就是关闭，可以是这么手动操作的，也可以是当电路短路或者是过载时，它自动就给关上的。登月舱里面的断路器呢，也是一种这么工作的开关了，唯一不同的就是把按钮摁进去就是打开，拉出来就是关掉。而由于登月舱里面的控制电路相当复杂所以面板上的开关就相当多了你看这张图上每一个六边形都是一个断路器，并且它们还要设置成正确的开关组合才会工作正常，不是把所有都同时打开那么简单的。完了吗？没有啊。随着每次任务的不同呢，组合还不一样，实在很难想象这些宇航员在出发前要经历怎样痛苦的训练了。这根断掉的开关位于这块面板上，你看它的名字Engine Arm。引擎准备意味着如果不按下，引擎就准备不了，当然也就启动不了奥尔德林回忆了一下，一定是他或者是阿姆斯特朗在做出舱准备时，不小心的用那个笨重的背包把它给撞断了的。因为登月舱实在是太狭窄了，他们将开关坏掉的消息报告给了控制中心，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想想办法结果在经过一个辗转反侧的晚上之后呢，这月球上的两人既是没有休息好，也是没有把好消息给等到休斯顿呢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解决的办法，于是奥尔德林决定还是得靠自己了。他在书中继续写道，在更仔细的检查之后，我认为如果我能够在登月舱中找到一些可以替代的东西来推动电路，它可能会起作用的。不过由于开关里面是通电的，我既不能把手指直接伸进去，也不能使用任何末端带有金属的东西。就这么想着，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的舱外服的肩带里面呢还放着一支粘尖笔它应该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于是我将起飞程序提前设置了几个小时，以防止它不起作用后呢，我们至少还有时间来想别的办法。但是当我将笔插入原本应该是断路器开关所在的小孔当中，并继续推入之后，它顺利的保持在了那个位置，开关打开了。我们大舒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离开月球了。直到今天，我仍然保留着那根断掉的断路器开关和那支点燃了引擎的粘尖笔。就是这张照片中的两样东西了。所以整个故事听下来，你会觉得似乎这支笔是救命的关键而且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故事的情节就会发生彻底的反转，真的是千钧一发，选上加选好。但是仔细一想，不对NASA 怎么可能这么大意，将宇航员的生命和任务的成败只交给这么一根小小的、看起来并不结实的开关上面的手柄呢？所以故事的 B 版本就来了。奥尔德林或者阿姆斯特朗的确是碰断了一根重要的断路器开关，它位于登月舱的右侧第16号的控制面板上。但你看这张图在16号面板的对面，也就是登月舱的左侧，还有一块几乎像是镜像过去的第11号面板。在这块面板上呢，有一个叫做 Engine Start Override 的按钮，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引擎启动操控，全部的目的就是为启动和点火发动机的电路提供一个备用的电气路径。所以即使 engine arm 断了，即使没有那支刚刚好的粘尖笔插进去，又能怎么样呢？引擎照样是可以启动的。实际上 NASA 当然是想得非常周到的，在登月舱里面呢是有着2套完全独立的电气系统的，登月舱中的所有电气设备都会从这2个系统中的一个来获取电力，但是对于一些最关键的设备是可以从2套系统中的任何一个中获取电力的。engine arm 断路器是从 LMP 总线为发动机电路供电，而 Engine Start Override 断路器则是通过 CDR 总线为发动机电路来供电的。于是即便登月舱完全失去了某个配电系统，它仍然可以点燃引擎，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断路器及其相关的配电系统工作正常就可以了。但是等等还不止这些计算机和自动电路并不是唯一启动发动机的办法。如果一切都失败了，他们还有这个。是的这个按钮呢会完全按照你的想法来做，在设置适当的断路器之后呢，把它给按下去，砰，引擎就启动了。实际上我们来阅读一下阿波罗11的任务记录的话，你会发现任务控制中心和机组成员之间呢，的确就断路器损坏的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但是很遗憾他们不仅非常简短，而且字里行间似乎也读不到有人真的是关注过它嘛。
我读给你来听听啊。先是奥尔德林说，休斯顿，这里是近海基地，你有办法看到引擎准备断路器的配置状态吗？我这么问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尾部似乎被撞断了。我想我们可以再把它给推进去，不过我不确定，如果我们把它推进去，我们还能不能把它给拉出来了？完毕。然后是任务控制中心的回复，收到，我们已经知晓，请待命。近海基地，这里是休斯顿。我们的遥测显示，目前引擎准备断路器呢是处于断开位置的。我们希望你暂时将其保持在断开状态，直到稍后计划启动时再推入。完毕。这几乎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讨论了。你听出有人非常担心的感觉了吗？事实上啊，它真正可能引发的问题，并不是在把机组成员困在月球上，而是他们会担心啊，一旦登月舱进入到轨道，无法将这个插着沾尖鼻的推拉式断路器给拉出来。而正常的程序是呢，一旦登月舱进入轨道，机组成员就应该拔出 engine arm 断路器了。这样，如果计算机中的某些软件错误导致计算机在不应该启动时尝试启动引擎，点火电路呢就不会通电，登陆舱也就不会跑偏了。而奥尔德林的比叉式断路器呢，只能完成推入动作，是无法拉出来的。幸运的是啊，软件错误并没有发生，处于通电状态的引擎也没有被错误的打开。后来，在奥尔德林将断路器推入之后，还有这么一段对话啊。任务控制中心说：“近海基地，这里是休斯顿，供你参考。引擎准备断路器上面的电路呢，看起来非常好。”奥尔德林回复：“收到，只是我想我现在已经不能把它给拉出来了。”有关断路器的讨论就此结束了啊。在总共359页的任务报告中呢，它只占了这么一小段，其中没有任何这样的描述。天哪，我们差一点就失去它们了。好吧，那为什么会出现故事 A 呢？我觉得大家都更喜欢戏剧性的故事嘛。这边添点油，那边加点醋，不是味道就更好了吗？哪怕已经完全就变味了。好了，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整个故事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是的，奥尔德林真的是用他的背包撞断了其中的一个断路器。是的，该断路器呢控制了可以让机组成员离开月球的电子设备。是的，奥尔德林用笔把断路器给推了进去，然后成功的恢复了它的功能。但是啊，不，如果没有奥尔德林的笔，两位宇航员也根本就不会被困在这里，甚至几乎一点困扰都不会造成啊。Over。这是一座屹立在北海之上，离挪威海岸大约80公里的天然气钻井平台特洛 A。乍看上去没啥大不了的。好，这是马来西亚著名的石油双塔，高度452米，全球排名第17位。不过，如果把它放在特洛 A 旁边的话，那么露出水面的高度大概就只有这么多了。是的，特洛 A 全高472米，它不是浮在水面上的，而是稳稳地坐在深约300米的海底的。所以严格算起来，它才是位列第17位的世界高楼啊！双塔。不好意思了。另外，它还有一项记录能够让全球所有高楼都为之而汗颜，那就是它不是在北海的海底拔地而起的，而是在远离这里200公里的峡湾当中，整体建造完成之后给拖动到这里的。于是就使之成为全球最高的可移动建筑，并且在可移动的最重的建筑当中呢，也位列第2。所以它究竟是怎么建造的，又是怎么被拖过去的呢？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要把钻井平台放到海上呢，我们今天其实是有很多方案的。它们既可以是漂浮的，也可以是沉底的，既可以是永久的，也可以是四处移动的。但是特洛 A 所使用的结构 CONDEEP 翻译过来就是混凝土深水结构，发明的日期是1972年。那个时候它还没有那么多可选项嘛，能够用于参考的主要就是那些浮在墨西哥湾海面上的钻井平台了。它们大多使用的是导管架结构，这个呢我曾经讲过，就不在这儿展开了。可问题是啊，导管架虽好，但北海的基本条件和海洋环境完全就跟墨西哥湾不同，这个成熟的经验根本就拿不过来嘛。具体讲有这么3方面的不同。第一，墨西哥湾水深并不是太深，油田的位置离海岸也很近，所以不管是架设导管架还是铺设输送管呢，都是很方便的。即使我慢慢的越建越远，也可以有最近的那个平台作为节点，我只需要把管子连在它那儿就可以了。基础设施呢是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着走出来的，既完善又可靠。而北海呢，1970年代初期在这儿发现的几处巨大油田，无一例外全都远离海岸，全都在更深的地方，于是导管架就无法发挥优势，也没有近海的管子可以用，起步就是一个 BOSS 级别的怪，实在不怎么好打啊！而且你建得远了，人员的通勤也是个问题啊。这个呢，就要求平台的后勤保障更加充足，也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将采出来的油气先存起来了。
而恰恰北海还是个冒油又急又多的地方，这就加剧了矛盾嘛。同时也是跟墨西哥湾的第二个不同了，北海地区的生产率一直都较高，所以这里的系统配置就要的更多不管是设备、人员还是空间，于是平台的重量就大幅增加，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怎么安装它们呢？当时海面上还没有我们如今已经习以为常的能够吊装上万吨重物的起重机，它们最多能够操作1000来吨罢了。对付墨西哥湾呢没有任何问题，但对北海更重的平台就意味着需要将它拆分成更多的部分，分别运到目的地之后呢，依次来吊装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耗资极大的任务。总的来说有点得不偿失了。设计新的方案似乎更能够解决问题这第3点呢，就是最后的催化剂了。海况和海底的构成完全不同虽然墨西哥湾的海上平台在飓风季节确实会面临挑战，但在北海那是天天都在面临挑战这里的天气很少有不恶劣的时候。另外，来到海下，你想把导管架打到海床里面吗？别妄想了这里全是由冰河时代的冰川所形成的硬沙和粘土层，那些在墨西哥湾的打桩设备到了这儿是根本 hold 不住的，所以这才有了 Condeep， 它专为北海而生。简单说这种结构呢，就是将混凝土浇筑成中空的管子，在压载物的作用下自己沉到海底，坐在海床上，利用其巨大的重力保持稳定，为上面的平台提供一个坚实的、开阔的支撑。特洛 A 是 Condeep 结构的最后一个应用案例，当然也是最庞大的一个。它由一系列的混凝土储油罐开始向上生长，延伸出4根高度超过了300米的巨大支柱。这4根支柱是由超过100天每天24小时连续不停的浇筑混凝土而成的，为的就是让它完全没有任何的缝隙，实现绝对的防水。这些混凝土支柱的壁厚呢均超过1米，所以哪怕是插在水下300米处呢，也能够抵御住外界强大的水压。然后在4根高耸支柱的中段还有一块附加的大水泥，把它们箍在了一起。起什么作用呢？是为了防止共振的，因为巨大的海浪动不了它，超大的水压也动不了它，但轻微的共振就能直接要了它的命在支柱浇筑完成之后，海水会被注入其中，使其几乎完全就被淹没。然后呢，再将已经建成的平台移动到它的顶上，排水上浮，顶到准确的位置后呢，就展开连接和固定的工作了。随后继续排水，让平台整体再升高100米左右。这样在随后拖拽到目的地的途中呢，就不会让底部有碰到礁石的风险了。现在加上里面的压载物特洛 A 的排水量达到了120万吨之巨，因此可想而知拉它的会是怎样的角色了。事实上，当它在1996年启程的时候呢，挪威的电视台同步做了直播，使之成为当年的一个非常轰动的工程奇迹好，在经过了1周的海上颠簸，拉过200公里的距离之后呢，特洛 A 终于到达了它的目的地。此时支柱里面的水被排空，变成了4根连接海底与海面的通道，期间运行着电梯，但由于太高单趟旅行下来也需要花上9分钟而负责将整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底的，就是围绕着支柱周围总共19个每个高40米的压载水舱了。此时它们坐落在水下303米处。好了，这就是全球第17高的反向大厦特洛 A 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离子推进器和霍尔推进器是不是一个东西？严格上来说呢，不是，因为霍尔推进器只是离子推进器里面的一个子集而已。离子推进器它的类型呢其实是有很多的，霍尔推进器算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主流的叫做3格离子推进器。它们的作用原理不尽相同，但结果都是喷出高速运动的离子，靠反作用力来为卫星或者是其他航天器提供推力的。那它俩究竟是具体怎么工作的，各有什么样的优劣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先来说3格离子推进器因为它出现的稍微早一些，在1960年代就被为 NASA 工作的物理学家哈罗德·考夫曼发明了出来，并且呢进行了一些早期的演示性的发射试验。它使用的推进机呢是汞，也就是水银。水银原子或者是其他作为推进剂的多性气体原子呢，被注入到推进器中一个专门的腔室当中之后呢，会与电子枪发射出来的电子发生碰撞，从而被撞碎成为等离子体。这些等离子体当中的电子呢，继续留在腔室当中，参与到更多的碰撞，制造更多的等离子体。而离子本身呢，则向推进器后方的带电3格漂移。
一般来说啊，这里至少有2层三格，带着不同的电，从而在之间呢形成了电场。里面的那个三格啊，有点像是一个筛网，只会将离子塞进去。等离子来到2层三格之间，就会在这里强大的电场的驱动下，向后面的那层三格快速的奔去，最终逃离推进器，进入到宇宙当中。当然，在推进器的外部啊，还有一个电子枪，它会射出电子来与这些离子结合，形成电中和的废气，由此产生反向的推力。好，那我们再看看霍尔推进器啊，它稍微比前者晚发明了10年，但是却比前者先工作了20年啊。霍尔推进器是苏联人发明的，在1971年首次亮相呢，就是个正式员工了啊。它直接登上了一枚真正在太空当中运行的卫星，作为其轨道稳定器来使用。而西方呢，一直要等到1990年代才开始认真考虑起这件事情来。那霍尔推进器又是怎么工作的呢？其实它的结构啊，比3格离子推进器还要简单，基本上就是2个套在一起的，一边封闭一边开口的同心圆柱啦。2个圆柱的中间呢是一个放电通道，也是推进剂被电离后加速离开推进器的通道了。在中央圆柱和周围圆环里面都埋进去了电磁铁，它们产生相互垂直的磁场，一个用来约束从阴极释放出来的电子，使其围绕着通道高速旋转，形成一片密集的电子云；另外一个用来形成电势差，将从底部输入的推进剂与电子云发生碰撞之后形成的离子加速后喷出，制造推力。与3个离子推进器不同啊，霍尔推进器由于在喷出离子时会主动拖上大量的电子自己来中和，因此废气的质量就会较大，速度较慢。相比起来呢，就是推力稍大，但是比冲较小了。对了，我说的速度慢呢是相对的啊，它再慢也至少有每秒10几公里的速度啊。而3格离子推进器的喷速就很夸张了，可以高达90公里每秒。虽然每个离子的质量很小，但你架不住它的比冲实在是高得惊人嘛。只要给它足够多的加速时间，它依然能够将航天器推出极高的速度来。这就来到了2款离子推进器的优缺点上面了。似乎拥有更高比冲的3格离子推进器会更好，是不是？毕竟咱们看发动机很多时候就是看比冲嘛。但是啊，你得反过来看，它需要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喽？在离子推进器上呢，比冲基本上代表的就是排气速度，而排气速度意味着动能大小，但动能的大小其实是跟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的。所以更大的比冲，比如2倍的比冲，是用4倍的速度换来的。4倍的速度就意味着你需要为离子发动机提供4倍的电量才行啊。更大的太阳能电池板，更复杂的供电系统，更重的航天器，所以真的值吗？也许做深空飞行有更多的加速时间是值得的，但是就在近地轨道机动，或者是出一个周期很短的任务，当然还是霍尔推进器更香啦。让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起飞，至少需要多长的跑道？答案可以是0。其实也不奇怪啊，因为像 F-35或者是耀式这类可以旋转喷嘴的战斗机呢，是能够直接垂直起飞的嘛。但是啊，对于一架喷口不可动的上个世纪生产的2代机而言，比如洛克希德的 F-104，它也能够将起飞所用的跑道降为0吗？实际上还真可以啊。而玩出这个花活的就是历来不喜欢走寻常路的德国人了。咱们先来看看它是怎么做到的啊。首先，一枚固体火箭助推器呢，会与机身呈20度的角度固定在 F-104G 机身的下方，长4米、直径74厘米的它呢，重约1900公斤，点燃之后能够提供大约12万磅的推力，并持续8秒钟。当然，在点燃它之前啊，飞机本身还必须要被架在一个同样上翘了20度的发射支架上。飞行员先是启动 F-104G 自己的发动机，将油门推到最大，加力燃烧也一并开启，然后再摁下助推火箭的点火按钮。在2者的合力之下呢，飞机就能够一头炸向天空了。8秒钟之后，助推器燃烧完毕。此时的 F-104G 已经升到了大约120米到210米的空中，距离发射架呢已经飞过了600米，并且已经获得了463到64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丢掉废弃的助推器，它就可以自由地飞向目标了。你看全程不见任何的跑道，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起飞方式呢，叫做 ZELL 零跑道起飞，看起来呢是非常的酷炫啊。但显然德国人一定不是因为酷炫才会用它的啊，实际原因是这样的：在冷战期间，德国更具体讲呢是西德面临着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
作为北约成员国西德军队需要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以应对苏联可能发起的任何进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西德空军比谁都更需要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迅速起飞进行战斗巡逻或者是空中拦截的战斗机嘛。而来自洛克希德的 F-104正好就是这么一架拥有优秀的机动性能和高空性能的飞机了。它的最高速度超过了 2.2 马赫，可以快速飞越战斗区域。此外 ，F-104呢还拥有出色的声线，可以飞到2万米以上的高度，这就使得它可以轻松的在高空中进行侦察和监视任务嘛。妥妥的就是西德空军的最佳选择啊。然而，德国的许多机场呢都是位于城市或者其他有限的空间之内的，很难满足 F-104等战斗机正常的起飞和降落的需要嘛。另外苏联的导弹技术也是越来越发达，对于德国的空军基地就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此，德国军方需要一种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快速起飞的方式了，从而保证空中力量能够获得快速的反应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零跑道起飞技术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了。它可以让飞机在任何空地上起飞，大大提高了德国空军的灵活性和战斗能力嘛。而且从此也不再怕敌人专门对咱的跑道下手了。因此德国空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积极探索零跑道起飞技术，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和测试，最终成功的将 JATO 也就是喷气式助推起飞火箭系统应用在了 F-104战斗机上，为我们带来了这些宝贵而魔幻的画面。并且为了追求更高的机动性以及解决一些零跑道起飞的固有的缺陷，比如它对侧风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德国人还研发了该系统的移动版本，不光可以固定着打，现在还可以跑起来打了。真的就是把发射飞机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灵活了，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脑洞啊！但是如此之好的起飞方式却很快就被叫停荒废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看起来很美好，用起来很糟糕嘛。几个方面啊。首先，在这种起飞方式下呢，飞机是无法携带足够的燃料和武器的，这就限制了它的作战半径和作战能力，使得它不能胜任一些关键的任务嘛。其次它还存在着一些非常严重的安全风险。由于起飞时的加速度会非常的迅猛，使得导致飞机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甚至会出现事故。而且它也强烈仰仗于助推火箭的工作状态啦。要是点火发生故障，甚至点火时间过长，都可能会导致发射失败，进而造成事故。然后它的维护和准备也不像想的那么简单嘛。把这么个带特殊支架的火箭装到飞机上本身就不容易了，还要连带它和飞机一块再装到专门的支架上面，就更是一项复杂的挑战了。装上去之后，你还要存放，你还要看管，你还要维护吧。由于其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些飞机分散在国土上的各个角落，所以这些后勤保障呢就会被拉得庞大而且昂贵，支撑起来呢就相当的不易啊。最后还有一个逻辑啊，一开始估计德国人也没有想通啊。我有了零跑道起飞的飞机，在基地和跑道都被敌人给炸掉之后呢，还能起飞去以牙还牙，这挺好啊。但是他们报复完之后还回不回来呢？尤其是考虑到 F-104那捉襟见肘的作战半径时，难道要把它们全都变成是一次性的吗？不现实嘛。所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起呢，就是站不住脚的，你压根儿就不能这么考虑问题嘛。所以很快带着助推器的 F-104就消失不见了。最后咱们再说一个好玩的。虽然我刚才夸了 F-104它飞得高又飞得快，但是这架飞机同时也是一架缺点非常明显的飞机了，它的燃料经济性很差，需要大量的燃料来保持其高速和高空飞行，因此其航程较短。此外，由于其高速和高机动性，就让 F-104在低空飞行时变得极其难以操控了。曾经为此发生了很多起的事故拥有非常糟糕的安全记录，被称为飞行的棺材。其驾驶舱的绰号呢也好不到哪儿去许多飞行员都称其为绞刑架，就因为它太狭窄了嘛。但是偏偏这么个本身就很危险，还再带上个更加危险的火箭发动机，以如此危险的方式射向天空的零跑道起飞，却在数百次大规模的试飞试验当中呢，保持了零事故的记录，实在是安全的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啊。所以最终把它取消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可惜啊。